小伙伴们，周五好！过去的这周天气超棒，也借着好天气，赶紧让租客看房。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我们就顺利的把房子租出去了。租的价格比原来的租金要好很多，心情美美的。这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实战心得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6个租客一定要选这一个。有小伙伴留言我说，希望看到更多的实例。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租房当天发生的实例。挑选到好的租客真的太重要了。您要在整个租赁过程中和他打交道，试想找到一个不好的租客，不但麻烦不断，还会影响您继续投资的决心。今天我就通过这6个实例，好好和大家分享下我是怎么挑选租客的，相信一定对大家有帮助，请耐心看到最后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入主题。首先，在看房前，我们就已经进行了2轮的筛选，以免浪费时间精力给不合适的租客看房。究竟如何筛选，前面已经和大家详细聊过，现在把该视频的链接发在这里，同时也会把链接留在下面的描述栏和评论栏。没看过的小伙伴，请看完这期视频后点击来看，会让您更清晰。经过租房平台和电话筛选后，当天周六下午按照每半个小时一组的时间排列，总共安排了6组人来看房。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聊一下这6组租客，最后给大家总结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其中的一组。在进行租客实例分析前，首先说说我们的房子，因为房子类型其实已经决定了什么样的租客能够匹配。我们招租的是一个独立房，合计3个房间，第1层有2个房间，独立卫浴，basement有1个房间带厕所和浴室，私密超大后院，3个停车位，附近走路距离可达火车站、汽车站，几分钟可上高速。房子内部装修干净明亮。好了，聊完房子，让我们从第1组租客开始分享。那么我们的第1组租客是安排在了3点半来看房，是一对母女，母亲是一个老师，女儿任职保险公司。租房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合租会更经济，更容易相互照顾。考虑到现在住在我们房子的也是一对母女，一直都是很好的租客，考虑到房间数量，别的东西也匹配，我们决定让他们来看。准点到达，2人看起来衣冠整洁，特别是鞋子挺干净的，很有礼貌。进屋的时候也特别脱了鞋子和询问我们是否要戴上口罩，总体印象不错。第2组租客总共来了3个成人，父母及一个9月份即将上大学的女儿。父亲有 Air Canada 的退休金，现在又任职于一家航空公司的管理层。母亲是全职的家庭主妇。租房原因是因为他们另外2个子女成家搬出去了，想要换一个小的房子，同时因为房东要卖房，期望能找到一个同区域能够长期租住的房子。有一个中型的狗，和第1组一样，非常的准时，看起来很礼貌很友好。电话沟通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预算是2200，如果常住是否能够减一点房租呢？第3组是一对夫妇及3个孩子，分别是15岁、13岁、8岁，有一个中型狗。男方有一个加油站，女方和 Tim Horton 有合作的业务。换房原因是原来住的 Plus， 现在因为孩子想换一个房子，也很准时。开的车看起来大方整洁，整个人谈吐举止礼貌，总体印象不错。第4组当时脑子可能进水了，才会放进这组租客来看房。可能因为刚开始招租，怕来看的人不够，他是很早就询问的一个，总体沟通还不错，于是决定让他们来看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组人是不应该放进来的，因为人数、家庭结构都和房子不匹配。这里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借鉴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着急让不匹配的人来看房，浪费双方的时间。
这组人是一对夫妇和3个孩子加女方的母亲。换房的原因是因为男方因为工作去多伦多刚回来，女方和另外一个家庭合租以节省房租。现在男方回来了，想搬进一个房子一起住。男方有自己的修车公司，女方是幼教，准点到达，也很有礼貌，但是家庭结构太复杂了，居住的人数也不匹配。第5组是一个印度移民，有一个4岁的孩子，老婆和丈母娘会在5月份登陆。换房的原因，现在住的地方不够大，在工程公司有稳定的工作，考虑到人数和房间数量还匹配，及新移民不像本地老油条这么难缠，决定让他来看房。迟到了20分钟，人看起来健谈有礼貌，车外面有点脏，除了迟到这一点，别的总体印象还可以。最后一组是一对夫妇及2个成人孩子，有一只很害羞的猫，女方有自己的清洁公司，男方在保险公司任职，其中一个孩子在 Apple 工作，另外一个在亚马逊工作。换房的原因是因为房东要卖房及原来的地方不够住了，准点到达，人亲切有礼，同时提出愿意房租先付首一尾一，第一印象非常的好。当天节奏安排得刚刚好，紧凑又不浪费时间，1个下午就搞定。6组都看完后，我们考虑到人数要和房间数匹配，又考虑到房子装修新，希望有成人打理。其中最后一组因为女方有清洁公司，比较受我们青睐，他们愿意付2个月房租，同时也不和我讨价还价，于是我们决定挑他们进行下一步。看到这里，如果小伙伴们觉得故事已经结束，那你们就太天真了，精彩还在后头呢。要到了他们的准确名字、邮箱、电话后，我们用了 Single Key 这个网页来做付费详细背景调查，同时用了房管局的工具来查他们是否有被告记录。比这个更详细的筛选方法，记得点击前面留的链接去看。结果出乎意料，看起来印象那么好的一家人，不但房管局有被告欠租记录，背景调查还显示信用卡几乎都刷到透支，信用分数偏低，605分。当下我们就决定放弃了这一组人。幸好我们没有仅凭自己当时的印象做决定。这里再次提醒小伙伴们，千万不要仅靠自己的感觉，一定要按照我筛选视频里那样的步骤，一步一步排查清楚才出租。宁愿前期麻烦，也不要后期受坏租客的折磨。至今根据我筛选步骤选出的租客都没大头疼。后来我们又挑了第2组租客来筛选，因为当时看完房不久，他们就马上发来信息表达他们想租的意愿，租客的人数、收入等也匹配。这次的结果非常的好，2个人的信用分数都特别的高，仅仅因为他们刚开始提出房租想少一点，差点让我错过了一组合格的租客。所以很多东西不能当以自己的印象去评断，当然讨价还价还要有一个限度。我另外一个房子就是因为租客太得寸进尺而拒绝掉了。我后来又用了一些小技巧，不但让这组租客按照我们原来要求的租金来签约，还愿意多付1个月的房租。想得到这个小技巧的小伙伴，邮件我们的邮箱是 mingandalex@gmail.com 来索取。这期因为时间有限，别的更精彩的出租故事我们会另开一期来做更多的分享。小伙伴们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打开旁边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这么多有用的分享了。许多不知道怎么快速找到租客的小伙伴，可以去我们的频道搜索，其中有一期是教大家通过不同方式招租的，也别忘了去看看那期。好了，这期就聊到这里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请动动小手给我们点个赞，
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。谢谢大家，下周五再见咯，拜。